9月份了，无花果开始陆续的成熟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要想起来，就会来这边转一转，摘一些成熟的无花果回去。如果想不起来呢，那一些成熟的无花果不是裂开了，就是掉到地上，就只能便宜鸟啊、虫子呀，还有蚂蚁了。看看这才摘过没多久，就又有不少已经熟透的了，上边又招了蚂蚁。这种看看都裂开口了，该把它摘下来。哎呀，看看下边，这还有。这上面招了好多的蚂蚁呀！无花果的甜度实在是太高了，只要是一裂口，就会招来好多的蚂蚁。摘下来的先收起来。这无花果呢，就是得及时摘，摘下之后呢，也有助于后续的这些果实的膨大，还有快速的生长。看看这上边还有好多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，像其他的分支上边也是同样的状况。看看，再往下找找，这个分支上边这儿还有2个比较大个的。这个长得不错，这个又是有点裂口了。看看每个裂口的，这都周围有蚂蚁爬着，摘下来。这边这儿还有，哎呦，3个，收起来。再找找看别的分支上边，这也是，远处那儿还有。哎呀，这个好像不太好了，看看多少蚂蚁呀！这个裂了好大的一个口子。我这棵无花果呢，去年冬天的时候是在它周围围了网，里边填充了树叶，给它保护起来了，这样地面上面的部分就没有被冻死。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间也会早一些，结的果实呢也会多一些，成熟的时间也比往常稍微早了一点。否则的话，像我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冬天还是比较冷的，如果不加保护，这种地面上的部分基本上全都会被冻死。第二年春天可能得4、5月份的时候，才会从土地里边又去重新滋生出新的侧枝，再长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时间上就会稍微的晚一些。看我旁边这黑色的垃圾袋，这里边装的就是去年用来保护这几棵无花果的这种落叶。今年入冬前，我计划还是用同样的方式，把多余的这些枝条都给它剪掉，留几个主干粗壮的枝条，然后给它截得短一些。这样的话，可以用同样的方式，用落叶堆积的方式给它保护起来。或者我在想，可能给它用一些棉布裹起来，也许会更简单一些。反正我有好几棵无花果，到时候都尝试一下，看看哪种更省事儿，保护效果更好。这儿还有2个熟的。也继续给摘下来，看看一样是裂了口就有蚂蚁。不过呢，这种自然成熟到裂口的，它甜度特别高，风味也特别的重，特别好吃。我感觉无花果和黑莓在某些方面有点类似，一是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，不管怎么样种总会有收获。第二就是呢，像这种东西，它超市里边很少有卖的。可能就是因为保存不容易吧，像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无花果呢，那都是无花果干儿。其实想想也是，像这种熟透的无花果，真的是不容易保存呀。偶尔的时候可能能见到，但是只是在某个季节，这是比较小众的东西吧。所以想吃新鲜的呢，那还是自己种会好一些。我的这棵无花果树是 Chicago Hardy， 是属于比较耐寒的品种了。可能有一些南方或者在比较温暖地方的朋友不太理解，这无花果怎么会长成这样，怎么会被冻死。像我这地方是在7区，像这种耐寒的品种，如果是不加保护的话，地面上面的部分都是会被冻死掉的。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他在房前屋后啊，或者是微环境比较偏暖的地方种，也许地面上面的部分不会冻死，但是如果要是赶上特别冷的那种冬天，那还是有风险的。不过像我这边呢，因为不在房前屋后嘛，所以这种微环境也比较差。如果不保护，我大概前几年是每年地面上的部分都冻死。不过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即便是冻死呢，也会从地底下重新发枝的。有条件的话，尽量还是保护起来。保护的话，总是利大于弊的。你看我这些无花果呢，它后续待成熟的果实其实已经长了不少了。而且每个分支上都是这样。一般到了这个季节，我会把上边的顶给它打掉，就是这样给剪一下，不让它继续往高长了。
像这种也是长得太高了，因为后续的话，它这些节点再长出的果实呢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它让它成熟了，所以我们就把现有的这些给保留住，把营养节省下来，让这些已经长起来的果实都膨大起来，都成熟，就够我们吃了。随身带了剪刀，把这顶都给它掐掉，这些也是把顶都给它直接打掉。下边还会继续再滋生这种小侧枝，这些侧枝呢，在这个时候都没什么用了，直接给它剪掉就行了。还有像这些根部，其实早期修剪的时候已经剪掉好多侧枝了，但是它后续呢还是会不停的滋生，所以后边这些没用的就都给它逐渐的剪掉。看看又开始冒白水了，这也是无花果的一个特性吧，所以要趁天气好的、天气晴朗的时候给剪下来。我这其实今天天气并不算好，不过也没办法了吧，一直是这种半阴半晴的状态，总比下雨的时候要好。后边我看了天气预报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天气，就趁现在吧，毕竟是中午的时候。这旁边的野桑树是去年给它砍掉了，但是没有除根，这又长出来了。这生长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有点遮这些无花果的光了。我回头可能还是要给它砍掉。本来去年时候是想给它嫁接一些我自己的这种好的桑树品种的，因为这种野桑其实它并不是很好吃，而且个儿小，都被鸟吃光了。但是后来也没有来得及嫁接，它就又长出来了。这还有个尖儿，剪掉。这棵无花果目前就先这样了，它右边还有一棵是同样的品种 Chicago Hardy， 这一棵呢是去年保护的没有左边那棵保护的周到，也就是说它盖的这种树叶其实只盖到了根部，所以上边的部分基本上全都被冻死了，只有下边很少的存活下来，所以它春天的时候呢发芽也比左边的慢一些。你看它这些成熟的程度比刚才还是要差的。这上面的果实看看还都没有成熟，但是挂的果实确实是挺多的。看这种培养成灌木的，就是每一个分支上都能挂好多好多果实。这些尖儿都直接就掐掉了，不让它继续再往高长了。我一般打这些尖儿呢，就是比较随性，随手就给它剪掉了。你像这些，它后来新长出来这种小侧枝，上面也是全是果实，所以随便打打就行了，别让它长的枝条太多了，影响果实的生长。当初在结果实之前，其实已经把好多的枝条都从根部就给它直接剪掉了，因为太密了嘛，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的枝条结果，只留合适的，一般可能是4、5条、5、6条、6、7条。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你像这是后来又重新长出来的这些侧枝，从根部发出来的，这个时候就直接去掉就行了，它没有机会再可能结果了。哎呀，没戴手套，这个白色的这种枝叶滴到手上了，黏黏的，一会儿得好好洗一洗。这黄瓜虫啊，直往我身上飞，用小枝条去掉。哎呦，这些。这棵下边滋生出的枝条比刚才那棵要多好多，像这种长出了挺长的侧枝，它上面没有果实，我也从根部直接给它剪掉了。这边这儿还有一条，剪下来。好了，这棵就这样吧，看看这果实，后边应该是都能膨大起来，慢慢吃就行了。其实我也不希望它一下子都熟，像其他的好多水果一下子都熟了，根本就吃不过来，就全都浪费掉了。如果慢慢成熟呢，那后边能陆续的吃1个多月。这也是我喜欢无花果的原因，因为它的果实从下边到上边是一点一点的成熟的，每天过来摘，每天都有成熟的。一个相反的例子呢，就是西瓜和甜瓜。你像我这批西瓜和甜瓜，大概还是分了2批种的，那现在一下子就都没了。前几周还都是遍地都是甜瓜和西瓜呢，这现在还有一些小不点儿，远处那些都是烂掉的。后续的看这儿还有一点点这种小瓜，这估计已经长不大了。这还有一个小瓜，这个拍起来感觉都熟了，一会儿给它摘回去。这甜瓜和西瓜就是啊，它说熟，可能在这1、2周之间就全都熟了，那就得及时摘下去，不然的话就都浪费了。
今年呢还有特殊情况，就是雨水实在是太多了，好多瓜都是在它还没有成熟就开始裂了，裂了就坏掉了。我感觉我这批西瓜呢，大概得损失了多一半吧，我觉得得有60%都损失掉了，烂了就只能喂鸡了。炸裂了，那没办法呀，一炸裂就烂，就招虫子。今天摘到的无花果不多，等再过个1周，那可能量就大起来了，因为这几颗就可能都熟了。不过这点儿也够我们吃了。家里是老大不太爱吃，一个都不吃，老二是特别喜欢，当然我也是挺喜欢的。这点儿应该是够我们2个吃了。刚才的 Chicago Hardy 无花果是种了好多年的，前些年是也没有保护，也没好好照顾，就是去年才开始给它保护起来，也照顾的稍微的周到一些。不过每年都会结果实的，结的数量呢也肯定是够我们吃了。因为无花果好打理，它的果实也是陆续的成熟，我们都是挺喜欢的，所以去年又种了2棵，这棵是 Codota， 是门田无花果。这是去年的秋天的时候种的，看看今年结的果实也是挺多的，看这么多。这一棵呢是去年秋天种了，然后给保护起来了。看这一个就是去年原来的那个枝子，能看颜色看出来。这保护起来，保护到上边，像这种是今年新滋生出来的，然后就结了很多的果实。看看这些都是结的果。这边这枝也是，然后那边还有几个枝，都是在保护起来的这主干上边结出来的果实。然后呢，下边这儿有2条，这个还有这个，比这主干感觉更粗壮。这个是今年春天的时候就从根部的地方滋生出来的，看这上边也是结了不少果实，这边也有。另外的一侧，看这个看得更明显，全都是果实。而且长得是相当粗壮，像根部现在还继续再发出的这种枝条呢，看见之后只要有时间就给它去掉，省得它在这儿消耗营养。哎呀，这种也是，哎呦，剪掉，剪掉，这儿还有一个，剪掉，那边还有这个，剪掉。行，这样看看，是不是根部的地方就清晰多了？这样我们可以把养分都留给这些已经长出来的无花果，应该离成熟也不久了。这种侧芽呢，我也给它剪掉。哎呀，侧枝都剪掉不要了。这种把头去掉，这种也把头去掉，还有左边的这个也去掉头。行了，轻轻松松的剪一下就差不多了。我昨天呢又给它施了一次10的颗粒肥，等到过几天需要浇水的时候，我再顺便给它浇一些液体肥，这样的话能让果实长得大一些，生长的速度快一些。无花果呢也是对水肥的需求非常大，只要你经常的给它浇水施肥啊，它生长的效果绝对是出乎意料的。这种西瓜的地方呢，还有一颗野生的冬瓜。看看没管它，这也结出了一个小冬瓜出来。菜园里边啊，就种菜时间长了，到处都是野生的蔬菜，各种瓜类。好多时候在想，也许我哪年什么菜都不种了，这园子里自己长出来的也足够我们吃了。再来看下一颗，这一颗无花果也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种的，这一颗是塞莱斯塔。这棵呢，生长的效果感觉比刚才那棵门田要差一些。你看，这也是保护起来的这种去年的枝干，然后长到上边。不过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它结果比刚才的差多了。这上边才刚刚结果，这个上边稍微的大一点，但是也只有这么小。然后再来看看它长出来的这些侧枝吧，看看。这根部这儿长出来一个，这是我故意留下来，因为当初怕这一棵原来保留的冻死，所以春天的时候这个发芽了，我也把它留下来了。看看它往上生长，看这儿有几个已经结出来了。我等下把它的侧枝还是给稍微的打一打吧，像这种的侧枝给它去一去，不让它有这么多条了。这种也是比较消耗养分。像这种给去掉吧，这种
像这种侧枝呢，把尖儿就打掉了，这个也是打掉尖儿吧。还有一些小的侧枝也给剪掉，不要了。这无花果的下边，看看这种瓜，这是早春红玉，长成小不点了，这瓜秧已经死掉了。其实早期我们收获的早春红玉还是挺多、挺不错的。这个瓜呢，就是特别的甜，特别好吃。下一棵无花果树，这棵无花果树呢是比较有名的波姬红。这棵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才开始种植的，也是4月下旬了吧，记不太清时间了。反正是天气比较暖和了。不过种上之后呢，看看这是它原来的这个主干，这已经死掉了。这东西呢，还确实是不耐寒，就是春天的时候已经很暖和了，后来可能是遇到了寒流或倒春寒，这就直接冻死了。不过好在呢，无花果生命力真是顽强啊！这根部的地方，看看这棵是重新长出来的，也是长这么粗壮了。像旁边的这个给它剪掉，这种贴着地生长了，这完全没用。然后这棵也是旁边滋生出来的，没用，给它剪掉吧。再看看这面，我把这个小的侧枝给它剪掉。看上边呢，这儿也长了一个无花果。再往上，这边有，这是被枝干和叶子挡住了。然后往上，这边还有，这儿还有，这儿还有，这上面还有。这差不多到顶上，长得虽然不多，但毕竟是今年4月中下旬才种的，把这尖去掉吧。看看后续这个果实长熟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吧。你像这无花果呢，真的是今年春天种，秋天的时候就有果实收获。这也是我喜欢无花果的另外一个原因，也是强烈推荐大家种植的另外一个原因了。这就像葡萄一样了，但是它的优点呢是比葡萄的抗病虫害的能力实在是强多了，也好打理。那葡萄啊，真是头疼。各种各样的真菌感染，各种各样的虫害，而且你老是得给它打理、修剪什么的，否则就长不好。相比之下，无花果真是太好维护了，也容易有收获。当然，我前面说的这些呢，都是基于我在我目前的这个地区种植的一些实践经验。比如说，我这儿是7区，然后是属于东海岸，空气比较潮湿。所以这是基于这种天气条件下做出的一些结论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呢，要比这儿暖和，或者比这儿冷，或者比这儿干燥，那可能种植效果就不太一样了。所以呢，其实每一个地区都是有属于自己那个地区最容易种植的果树。如果要想容易的话，那就选那些果树品种就好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想种一些不属于你那个地区的品种呢，那挑战就会多一些。还有就是有些东西呢，那强求的也不好。都说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嘛。你要是在冷的地方种橘子，那基本上是没可能的，除非盆栽有温室或者是阳光房那种。最后这棵波姬红无花果旁边就没有无花果了。这一棵呢是突尼斯软籽石榴，这个也种活了，也是今年春天种的。这上面长了好多的枝条，我还没有给它修剪，也现在不打算剪了。这已经是9月份了嘛，等到冬天的时候冬剪了。你像空气潮湿，经常下雨，就是这样的结果。这种小瓜呢，只长这么小就开裂了。我再找找看，应该还有不少这样的情况。看看，这还有，这都是藤上最后拉秧没法要的这种小瓜了，但是还是能看出来，看这种嘛，随便一看就有裂的。当初是有好多特别好的瓜，看着没事儿，一翻开呢就都裂口了，然后就有虫子、蚂蚁啊。还有一些呢，明明是摘的时候是特别好，我只要是稍微的往这个硬点的地上轻轻一放，一下子就裂开了。不过那种好在就是裂开之后能马上吃，而且那个口感呀，真是特别的好。哎呀，这野草啊，是在我种瓜的地方这种缝隙里边就长出来了，而且开始打籽儿了，真是能长。给它剪掉吧。你看我种瓜就是留这么小的一个地方，这样的话能防杂草。但是还是这瓜一没了，杂草就开始出来了。而且这种草啊特别的恶，这么大的根儿，剪掉。现在秋天了，凉快了，这些丝瓜也都又开始第二春了。
这早期的时候呢，已经长了一批了，后来天气太热了，就不怎么长了。现在凉快了，又开始发力。看看，这是白玉丝瓜，这2个摘回去吃是正好。这旁边还有更小一点儿，它其实是侵占了这黄瓜的地，原本是种在旁边的这个网下边的，给它很小的空间。然后现在没有西瓜了，爬的到处都是，生长能力是真强啊！看看这种小瓜长得多漂亮啊！上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花儿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品种是苹果丝瓜，看就是这种，这是很小的苹果丝瓜。哦，这儿有一个，看这个苹果丝瓜的个头，这是相当不错的，摘回去正好吃。我们是非常喜欢苹果丝瓜的。上边这还有一个小个，像这种丝瓜呢，就比那种长条的丝瓜要好很多。它削掉皮之后，那个果肉啊是特别的多，然后关键是不管是煮啊，还是炒啊，还是怎么做，它不变黑，不像那种长条丝瓜削掉皮，要是处理不好就变黑了。我再找找看，这应该是有挺多的。一旦开始发力，那后边就特别的这种，基本上快吃不过来了。然后远处那边看看地上还有好几个，这还爬到了更远的地方，上面还有小瓜。网的背面，哦，那儿我还看见一个特别个大的，背面估计应该还是不少。我就不去背面看了，还得把这些笼子拆下来，然后绕过去才行。再看看这边，刚才看到的，对，这里，这是长在了软枣石榴旁边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苹果丝瓜。再看看，看这儿还有一个。从这边稍微的往那边看看，稍微放大一点，那个地方还是能看到的，也是有相当不错的一个丝瓜。哦，看来还是得过去啊，那儿有一个长得相当不错的早春红玉西瓜，还是给摘回来吧，否则再下场雨又裂了。那把这个拽下来，哎呦，哇，在旁边，看看从这儿挤过去，啊。这应该是熟了，看这芽也干掉了。哎呀，哦，好脏啊！不过应该是能吃的，可以拿回去，放在这儿。顺便看看这边的丝瓜也是到处乱爬呀。这地上这个苹果丝瓜，然后爬到这边，哦，看这儿有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已经爬到这边的架子这儿了。那里还有，然后顺着这边再回找，小的也是到处都是。其实原本的瓜的根是在这里，这儿有一颗，然后是这儿种了一颗，然后再往网上还有这个位置爬的，那就是这里边这儿种的。看这儿能看到根。我们往这边看看，这是刚才看到的那个比较个儿大的这个丝瓜。哦，这个我得摘回去了，去那边吧。这得摘了，这个不摘的话就老掉了。哎呀，有点不太好摘。哦，掉了。这丝瓜呢，其实还是应该多给它水肥。这丝瓜今年给施肥不是特别多。这有一个，这儿还有一个，这个白玉丝瓜，哎呀，摘下来，这都长老了，这种不好了。哇，这个长得好啊，这个得摘回去了，不然过几天老了，这又浪费掉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就从这儿掰下来吧。这个感觉没必要要了，反正丝瓜也多，这个喂鸡了。拿这2个好的回去做个汤去。这一片地呢，都被这种野生的西红柿的藤子给侵占了。这西红柿就像杂草一样，不过看看这丝瓜多顽强啊，钻到这里边还是能长出来。还有这边的地上又看到了2个，
所以呢，丝瓜也是和无花果一样，属于必种的蔬菜水果了，维护成本特别低，但是最后呢，给我们的收获往往都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如果要是稍微用点心，多给水，多给肥，那基本上种1棵就能长出好多呀，几乎就吃不了的。即便是像我这种好多时候呢偷懒或者是没有时间，那它也能给你非常好的回报。把这2个丝瓜还有无花果先拿回去。今年秋天呢，虽然是没种什么太多的菜，但是这菜园里面活啊还是挺多的。最主要的就是割草，看看这大菜园，到时候得拿割草机先走一遍，然后像这种边角的地方，还有像这玉米地旁边，这草又已经长很高了，这都得拿手持的割草机一点一点割，这还是挺费时间的。这些是第2批种的糯玉米，我感觉这一批种的稍微又有点晚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有机会能长出玉米穗。但是这第1批的糯玉米现在长得是不错，看看这些玉米，我们已经掰掉好多了，这好多都已经有点老了，像这些玉米穗到处都是。这玉米啊，其实也是历经苦难，像是浣熊啊、鹿啊，都过来偷我的玉米。看看这些，这肯定又是浣熊给干的。你看地上，那还能看到这种已经被吃光了，这种肯定是浣熊。然后鹿呢，我其实是不太清楚它是怎么过来的，但是我菜园其实已经后来加固加高都保护起来了，还是有机会这鹿有时候能进来。我之所以觉得是鹿呢，是因为你看，哎呀，看看我这些小树又被啃掉了，这就肯定是鹿，因为浣熊是不吃这些树的。这些玉米啊，等下得给它收回去了，这都已经熟了。现在吃呢，应该大部分还能煮着吃，有一部分可能就得烤玉米了。我们也不想让它长得再老的话，那就只能当成这种玉米的谷物了，那就没有必要了。你看我这些樱桃树，这又被啃掉了，这些都是。看远处的玉米啊，都弄倒了，这也是有些是被鹿给挤倒的，或者是被它啃这种玉米穗子的时候一下就拽倒了。有些是浣熊爬上去摘这种玉米穗，就把整颗玉米给弄倒了。其实我这园子里边要是不种玉米呢，那些至少鹿它就对这菜园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，也就大概率吧，可能这些小树就没事儿了。但是谁又说得准呢？看看这地上啊，损失的糯玉米啊，实在是太多了。这种也是，哎呀，浪费了都。得赶紧摘了，再不摘的话都被他们给我吃光了。原本我看这边还有好多的，没想到这几天再过来啊，怎么感觉少了好多呀？这些还有，真的是好多都被他们吃了。再过来看看枣树吧，这枣树上边，看这也结了不少的小枣，这上面好多的臭虫在爬。这棵小的冬枣树呢，去年被鹿给我啃过一次，今年呢算是缓过来了，但是要想结果，可能得看明年了。这棵枣树，看看2个枝头都垂下来了，这一棵上面有一些这种小枣，这都是第2批长出来的枣了。这个本来它是主枝一直向上生长的，但是因为长得太高太重了，就垂下来了。不过垂下来之后呢，倒是结了不少的枣，上边有一个大一点的吧。这儿有一个个头大的，这棵是梨枣。第1批的时候呢，因为是干旱，水肥没到位，所以第1批没做出多少枣。那第2批倒是结了不少了。这棵是 GA866，也是去年种的。GA866确实是像别人说的那样啊，不爱结枣。我这棵呢，本来想今年应该会结一些，但是没结。其实也不是没结，开了花之后呢，小枣都没有坐住。看看明年吧。这棵狼枣呢，相对来说就要好很多了，上面结了挺多的，个头也挺大的。看看，
估计到9月的下旬可能就红了。这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去年同一时间种的，而且今年的管理也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这些枣树呢品种不同，它的差异还是挺大的。看来狼枣还是比较容易结枣的。这还有一棵梨枣，这棵梨枣，看这也是第2批的时候，上面长了好多好多的小枣，也是因为后边这个雨水多，然后给它的肥料也稍微的多一些，早期干旱，看长了还是不少的。这些看都垂下来了。第1批的那种呢，个头就比较大，像这种是个大的。枣树倒是没有什么虫害，但是像我这地方呢，看见的最多的就是这种臭虫了，特别讨厌。这枣树呢，叶子看起来有点发黄，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缺肥。哦，我这前几天给撒了点颗粒肥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我忘了买土了。哎，真是的，有时候一忙呢，就疏忽就忘了。哎呀。这枣树呢，给我的一大感觉就是水肥呀，一定要到位。它是特别的缺水缺肥的。如果给它更多的水、更多的肥呢，那往往这些枣子就能坐住，而且结的数量也多，长得个头也大。一旦稍微的干旱一点或者缺肥了，那这枣就掉了。这枣树旁边的这一颗小冬瓜也是借了枣树的光了。我一般给枣树施肥的时候，因为这颗冬瓜它是长在枣树根部旁边嘛，所以它就能借到这肥力。你看这颗冬瓜长了多少啊？好多好多。那边还有，这完全是吃不过来呀！这冬储，吃一冬都吃不过来的冬瓜量了。哎呀，我们还是特别喜欢吃这种新鲜的糯玉米的。本来还想说，这糯玉米可能也是像无花果呀、黑莓呀、蓝莓、丝瓜这样是特别推荐种的品种。但是我转头一想，我在想，我明年是不是也不种它了？不是说它不好种，它其实是非常好种的，而且也好吃，也有办法储存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啊，实在是太招野生动物了。浣熊也喜欢，鹿也喜欢，各种鼠类啊也都喜欢。你有这些呢，他们甚至就把我菜园当家了，或者是就当成一个吃晚餐的地方了。然后其他的果树啊和别的本来不受欢迎的那些菜也跟着遭殃。所以也许我在想，明年是不是先停1年不种这些谷物了，看看情况怎么样。有时候这心里吧，真是挺矛盾的。本来预计好就不种了，到第2年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呢，突然又想这地空着也是空着，还是给种上吧。像这些玉米就是嘛，你要不种呢，那这个地方就得打理，老是割草。种上玉米呢，能防止这些草长出来，而且收获这些新鲜的糯玉米，不管是煮着吃啊，还是烤着吃啊，这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就是这野生动物这关过不了啊，没有办法。我在想，是不是给这些护栏给装上电网呢？看，其实现在这些网我已经加高了，现在已经是有我这么高了吧。而且像我这地方呢，它下边是一个下坡，这鹿要想跳进来还是有困难的。不过看起来他们还是有能力做到，再加高呢也不太可能了。看看考虑一下电网吧，不过又怕电网有一些危险。今年这菜园里边野菜，像这种马齿苋也特别多，多的我们也没兴趣摘它了。前一阵子呢，还是摘了一些，用开水给它焯一焯，然后凉拌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偶尔吃一吃，感觉还是挺有滋味的。现在太多了，也是懒得弄了。看着遍地都是。今年这大菜园的这些葡萄啊，长得也是不是特别好啊，主要是各种虫害。尤其是半叶蜡蝉，还有臭虫，各种破坏，还有真菌感染。哎，不过还是能有一些的，我摘一点拿回去。啊，要掉了！哎呀，这边再摘一个啊，就摘了2小串，多了也拿不下，拿回去吃。看看这上边这半叶蜡蝉有多夸张啊，好多好多。无花果洗了一下，这是刚才那个长得最烂的那个，完全熟透了。尝一尝味道，
这种完全熟透的无花果啊，真是超级好吃啊！再来一个，这个直接给它挤开，这种就不那么讲究了，带皮一起吃了。麦麦不爱吃这东西，剩下的几个就拿给豆豆和丽丽去吃了。